在一个暴雪肆虐的夜晚，野生动物庇护所里发生了一个意外，彻底改变了一名叫伊莱亚斯的老人的生活。就在这样的夜晚，伊莱亚斯被一阵急促的滋滋声惊醒。他本以为只是夜风搅动了院子，却没想到，当他走到围栏前，看到的竟是一幕让人不寒而栗的画面：一只母山猫蜷缩在角落，眼神空洞，而它4只刚出生的幼崽正挤在一起，瑟瑟发抖，像是在等着死亡的降临。最小的一只几乎已经不动了，生命垂危。伊莱亚斯感到一阵寒意，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位母亲突然抛弃了自己的孩子？而这4条小生命又能否被挽救？为了拯救这些小生命，伊莱亚斯踏上了一场没有终点的战斗。他驱车前往最近的城镇，购买特殊的山猫奶粉，并一边向其他收容所寻求照顾山猫幼崽的建议。回到收容所后，他与兽医一同轮流用特制奶瓶喂养幼崽，每2小时一次，还要轻轻按摩他们的肚子，帮助他们消化。日复一日，他几乎彻夜不眠。他的努力也感动了家人。9岁的孙子丹尼尔坚持要来帮忙。当他看到这些脆弱的小家伙时，眼里充满了兴奋和怜爱，尤其是对那只最小的山猫玛雅。他的目光总是追随着这只体型最小却最活跃的幼崽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小山猫们逐渐恢复了健康。玛雅更是第一个学会回应人类声音的。听到伊莱亚斯的声音时，总是叫个不停。但当幼崽们满月后，问题随之而来。这些恢复健康的小山猫接下来该何去何从？伊莱亚斯决定将山猫中的2个兄弟被送往其他收容所抚养长大，并在那里繁衍了后代。而老幺玛雅的去留却让伊莱亚斯久久无法确定。他的身影总是在他的脑海中浮现，挥之不去。经过与家人的多次讨论，并听取了收容所工作人员的建议后，他终于下定决心，正式领养玛雅，并将这只山猫幼崽带回家。那天，全家人都紧张不已。为了迎接玛雅，伊莱亚斯在客厅的一个角落为她准备了温暖舒适的小窝。丹尼尔兴奋地跳了起来，连最初对这个决定犹豫不决的儿子也投入了行动。他帮助布置障碍物，还特意买了一条结实的皮带，为玛雅的新生活做足了准备。玛雅在新家的第1个晚上几乎彻夜未眠，她在房间里来回徘徊，不停地嗅着每一个角落，倾听那些她从未接触过的陌生声音：木地板的吱嘎声、时钟的滴答声，以及远处偶尔驶过的汽车嗡鸣声。这些让他感到不安，仿佛每一声响动都在提醒他，这里并不是他熟悉的家园。直到黎明时分，疲惫的玛雅才终于蜷缩在伊莱亚斯的床边睡着了，仿佛是在寻求他的庇护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伊莱亚斯肩负起教玛雅适应人类环境的任务。他每天早晨都会带她到后院散步，让他能在不接触人的情况下探索周围的环境。刚开始，玛雅紧紧跟在他的脚边，稍有响动便会本能地退缩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逐渐变得勇敢起来。丹尼尔成为了玛雅训练中最热情的帮手，他花了无数小时陪他玩耍，发明各种游戏，帮助他适应不同的声音和动作。慢慢的，玛雅学会了回应一些简单的指令，并在每次成功后兴奋地等待奖励。一天，他在后院意外遇到了一只邻居家的猫。伊莱亚斯原以为2只猫会发生冲突，但令他惊讶的是，玛雅小心翼翼地蹲下身子，表现出不想吓到对方的姿态，而那只猫也小心地走近，与玛雅隔着铁丝网互相嗅探。从那天起，玛雅对其他动物的反应变得更加平和，
他开始用一种平静的目光观察周围的一切。每到周末，家人们会带玛雅去附近的自然保护区，这里的开放环境让他释放出了属于山猫的天性。他在雪地里飞奔，在林间跳跃，敏捷的身姿仿佛让人看到他野生亲戚的影子。一次，在小溪边的一场意外中，丹尼尔失足差点摔倒，玛雅迅速反应，用身体稳住了男孩，避免了更严重的后果。这件事让一家人更加坚定地意识到，玛雅不仅是他们的家人，更是一个可靠的守护者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玛雅渐渐融入了这个家庭，她学会了察言观色，能够感知每位家人的情绪。尽管她仍然保留着山猫的独立与优雅，但她对家人的忠诚无可比拟。丹尼尔因为与玛雅的相处，变得更加耐心和富有责任感。在学校里，他总是为流浪动物发声，讲述自己和山猫妹妹的故事，吸引了无数同学的关注。玛雅为这个家带来了无限的欢乐，她的存在不仅改变了伊莱亚斯一家人的生活，也为他们的心灵注入了温暖与力量。在这个小小的家中，人与动物之间的纽带愈发深厚，仿佛一切本该如此。玛雅一直以她独特的习惯给家人带来惊喜，她仿佛能提前几分钟感知到早晨的到来，通常在埃利亚斯的闹钟响之前就已经醒来。每当早晨来到厨房时，她从不主动去讨食，而是安静地耐心等待，直到他的碗被装满。丹尼尔教他的不仅是带上皮带，还要在后院散步结束后，把自己的玩具收进篮子里。渐渐的，玛雅培养出了一种从容的生活方式，与他在森林中时的警觉完全不同。比如，当他和丹尼尔一起在雨天玩耍时，他总是紧紧捂住耳朵，迅速穿梭于水坑之间，精确选择最干爽的路径。每当听到远处传来的警报声，他会抬起头，发出轻微的鸣叫，仿佛在与某人的痛苦感同身受。玛雅的夜间仪式也逐渐固定了下来，在雷雨交加的天气里，他总会不厌其烦地检查窗户，确保它们牢牢关好。每当雷声响起，他会躲到丹尼尔的桌子下，这里是他觉得最安全的地方，仿佛能避开那些可怕的声音。如果电视屏幕上播放自然节目的画面，玛雅就会静静地坐在屏幕前，专注地观看，仿佛这些节目和他有着某种心灵的共鸣。玛雅有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来表达她的爱意，她常常靠在家人腿旁，轻轻地用身体按压，似乎在用这种方式说：“我一直都在你身边。”每当门铃响起时，玛雅的反应也各不相同。对于熟悉的来访者，她总是热情地迎接；而对于陌生人，她则会悄悄地退到另一个房间，保持一段距离。在那些宁静的夜晚，埃利亚斯常常回忆起第一次在收容所见到小山猫幼崽的那个瞬间。当时他还无法想象，这只小小的生物将会给他的生活带来如此深远的变化。玛雅不只是一只宠物，它是家中的一员，一个忠诚的朋友，一位时刻警觉的守护者。每当家人聚集在客厅时，玛雅总是安静地躺在她最喜欢的地毯上，专心倾听着他们的谈话。有时，她会悄悄地走到每个家庭成员身边，仿佛在检查每个人是否都好。寒冷的冬夜，玛雅还会在家里巡逻，时不时停在每个人的床边，静静地倾听他们的呼吸声，直到她确信每个人都安然无恙，才安心返回它的原位。有些人曾质疑，像玛雅这样的野生动物，怎么可能与人类同住一屋檐下？他们认为这很危险。但埃利亚斯知道，玛雅是与众不同的。
它的存在证明了爱与关怀能够弥合人与动物之间的鸿沟。当埃利亚斯看着自己的家人，他突然明白了一个深刻的道理：只要给予机会，每一个生物都有能力展现出惊人的爱与忠诚。玛雅不仅仅因为人类的善良而存活下来，它还在茁壮成长的过程中，教会了人们关于信任与联系的宝贵意义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请点赞并分享，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